当记者问到你能否打赢日本人时，他竟然这样回答：问我能不能打得过他，我能杀了他。我操！哎呀，这是什么造型啊？他叫朱康杰，是来自中国安徽的一名人狠话不多的拳坛新秀。他天生个性张扬，桀骜不驯，在他的字典里只有干架，没有废话。最快的一次仅用30秒便 KO 对手，人送外号拳坛轰炸机。而这一场比赛，他的对手是号称全日本最能打的武僧安藤打野。他最大的优势就是头很铁，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头实在是太铁了，即便被打死，他也坚决不认输。好，观众朋友们，一场中日大战，想一想就觉得很刺激。好，我们注意看啊，非常好辨认，光头选手便是来自于日本的和尚啊，他是一个武僧安藤打野。你不好好去打野啊，你打什么拳呢？而他的对手来自我们中国安徽的猛将啊，朱康杰，人送外号拳坛轰炸机。朱康杰的性格很耿直啊，赛前记者采访他的时候，打日本人你有几成把握？你有没有什么心理准备？而朱康杰表示，你问我能不能打赢他，开什么玩笑，我能打死他。小伙实在是太耿直了。好，前排打光了，日本选手安藤打野。不过对方的恢复能力也很快啊。后续的补刀跟进，朱康杰呢没有做的那么好，给了对方一个喘息的机会。主要是比赛刚一开始呢，也不敢太冒进啊，生怕对方是这个空城计。其实呢，很多我们中国的运动员啊，对日本人啊有偏见、有想法是很正常的。不过，在公开场合敢说出来，朱康杰是我见过的头一个。他已经说的不能再直接了啊，把记者都整懵了，不知道该如何给这个外国人翻译。我估计他翻译的时候应该是说了一个比较委婉的措辞啊，不过我们中国人还是能听懂的。很简单啊，我能打死他。光是凭这句话，观众朋友们，我就能当朱康杰一辈子的粉丝。漂亮，又一拳打晃了。朱康杰的单拳质量很高，不过后续的补刀能力差了一些。虽说这个安藤打野他是个和尚啊，不过我们看他呢浑身是纹龙画凤，这在我们中国可是不多见。水浒传当中呢有一个花和尚啊，身上是纹了牡丹，但这个家伙据说呢是当了和尚之后再纹的，因为日本的佛教文化和我们中国是不太一样的啊，他们可以抽烟喝酒烫头啊，不是这个头是烫不了啊，抽烟喝酒纹身啊，甚至娶老婆都可以。刚刚是一个上部的顶膝假动作，接了一个后手的转身边拳。对方的进攻手段还是很多样化的啊，不过频次有点低呀。你看朱康杰，一拳又一拳的，一波又一波，在第一回合已经打出了不错的优势，最起码我们气势上已经打出来了。漂亮，后手假动作，再一根前手。你看朱康杰看起来很憨厚很老实啊，很像一种这个往死里干的选手，但拳商还是很高的。其实观众朋友们，能打拳击比赛的人呢，没有一个是笨蛋啊，都很聪明。因为在比赛擂台呢，你需要阅读比赛、阅读对手啊，还需要这个临时啊做出一些决策和战术。队友打拳，让他把一拳把他打。队友打拳，拿把你放进，拿把你放进，前手绕过来，前手往左边绕，漂亮漂亮，前手往左边绕过去一闪，不要发力。拳肘结合，朱康杰进攻手段也不错，单拳质量太高了，每一拳感觉都重达千斤呢。好漂亮，打晃了，朱康杰压上去，安藤大爷选择了抱摔想要缓解一番，不过朱康杰连续的补刀，抓住机会，再补刀。
连续的砸击，连续的砸击，最后的10秒钟不到，马上第一回合结束了。哎呦，可惜了！哎呦，可惜了！我们看这个小日本躲过一劫，你看他，哎呦，被揍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好，不浪费大家的时间，第2回合比赛继续。我们注意看，红色短裤来自中国安徽的朱康杰，而灰色裤衩来自日本的武僧安藤打野。哎，又倒了。在第1回合，朱康杰呢，其实啊，他的补刀已经非常快了，不过对方的确是头够铁，想 Q 对方啊，难度不小。哎，注意看对方的狗鼻子已经流出血了，看到这儿，那我就开心了。这没办法，观众朋友控制不住啊。这看到日本人小日本挨揍，这心情莫名其妙的就好起来了。好漂亮，后手打中了。哇！但是朱康杰的拳已经够重了，但是这个日本选手呢，干打不倒啊。难道说武僧一龙附体了吗？这也不好说啊，因为他们都是和尚嘛。搞后手，哇！这一拳彻底打翻了朱康杰，这是一个好机会。高扫很重，哎，朱康杰怎么不打了？继续上啊！漂亮，继续压。估计看到日本选手呢，他的状态恢复的不错，朱康杰不敢再往上冲了。哎呦，这家伙真的是铜皮铁骨啊！这个小日本子。按照对方的这个身体素质，我估计过安检都过不去，浑身都滴滴滴的响。又是一个后手。其实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就是不要再打头了啊，考虑打对方的肚子、腹部，或者说踢腿。因为这家伙的话，的确是头啊太铁了。而且我们注意看，比赛随着他挨揍的时间变多，反倒让这个小日本形成了反压之势。哎，技符有效果了。朱康杰，他不知道对方是装的，还是说呢这个是真被打疼了。因为刚刚这个姿势啊太浮夸了。如果贸然的压上去，有可能对方啊会把我们拖到地面。好，双方最后一个回合，比赛继续。红方选手朱康杰，而蓝方选手日本的武僧安藤打野。其实对方挨揍啊也是很正常的，你看他呢完全不做防守，双手的抱一下很松散啊，不揍你揍谁呀？不过要小心啊，因为这个日本选手呢，他以往的比赛啊经常出现反杀的情况，前面挨揍，让对方掉以轻心之后啊再进行反杀，他已经不止一次这么干过了。还是要多打一打肚子啊，因为第一回合打头啊没什么效果。漂亮，又是击符，效果很明显的。朱康杰不敢压上去啊，因为柔术水平的话对方更高，我们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再来，然后打这个有点的启动，安全启动，还是要小心呐！你看对方呢，还是在找机会，因为此时安藤打野这个小日本想要取胜的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 KO 掉朱康杰。漂亮，又是后手。今天朱康杰的后手是怎么打怎么有啊！最后20秒。
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朱康杰呢很想要 KO 掉这个小日本，但是没办法，他太扛地了。哇，漂亮！最后时间，大力的捧摔，比赛结束。好，比赛虽然说很精彩，但朱康杰呢有点可惜啊，没能够 KO 掉对手。好，最终比赛结果一致判定，3位裁判给到了朱康杰。好，让我们恭喜朱康杰，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观众朋友们，每一次看到这个黑胖子跳舞，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因为每一次只有击败中国选手的时候，他才会扭动他400多斤满身的肥肉跳舞挑衅。看到这一幕，让很多中国观众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在赛后接受采访时，他更是直言不讳的表态，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打中国人，无论中国人来多少，他都会杀一个干干净净，片甲不留。然而就在下一场比赛和中国选手对视的发布会现场，他依然没有错过这个机会，又一次当众跳起了舞蹈，挑衅一番。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这一次，他是彻彻底底踢到了钢板。就在第二天，他被中国选手打断了第3条腿，当场断子绝孙。好，观众朋友们，这场重磅级的中美大战比赛已经开始。我们看比赛现场呢，看到右边选手啊，让我不禁感觉到自己穿越了啊，来到了《西游记》。这右边这个家伙是妥妥的黑熊精啊！没错，就是偷了唐僧袈裟的那个黑熊精。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材啊，他去演《西游记》的话，甚至不需要化这个特效妆。他叫克里斯·贝尼特，别看他长相非常肥壮啊，但他呢其实身体非常灵活。刚刚你看这种凌空的超人拳啊，他都会。一般这种招式在重磅级的比赛当中是很少见的。而且他呢还是跆拳道黑带啊，腿法相当厉害。像什么高难度的空中360度回旋踢啊，他都会。我们再来简单介绍一下左边选手，来自我们中国的张万里。没错啊，又是一个张家的名将。现在在世界拳坛可以说能数得上号的狠人啊，都姓张。咱们来数一数啊，张伟丽、张志磊、张立鹏、张兆新、张美轩。当然还有很多啊，我们就不一一点名了。各位男同胞们，如果将来找这个老婆的时候啊，如果对方姓张，那您可得掂量掂量自己的这个战斗能力了。哇，这家伙真肥呀！看他的肚子啊，这个肚皮呢都耷了下来，就像一个穿了一层铠甲一样。Yeah. 看这个架势，两个人似乎是想在战力上来解决今天的问题啊。比赛是综合格斗规则，但是都没有想要打缠斗啊，或者说呢进入到地面的意思。但当然啊，回顾以往双方的战绩啊，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克里斯·贝尼特这个黑熊精啊，他擅长跆拳道。而我们的张万里，他是练习散打出身的，也是一个比较擅长站立风格的人。Another one. Halfway through the first round, 2 minutes and 30 seconds left. Look right there. The clinch doesn't work. Hyun Man-myung said in the interview that he's an MMA fighter. 毕竟是重磅级的比赛，所以说都很小心。因为他们两个的拳啊和腿都具备一击必杀的能力。400多斤的体型压住了张万里，哇，这个很难逃脱呀。张万里呢，从散打转战到这个 MMA 啊，也就是综合格斗，时间并不是很长啊，应该是还不到1年。不过，我们看他的防摔做得还不错。不过这个时候还是要尽早离开啊，要不然在龙边这个位置啊，我们很被动，只有挨打的份儿。
可以说每一次我看到这个大黑胖子啊，这个大黑球，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因为他每次战胜中国选手之后啊，第一件事不是别的，那就是跳舞，而且他每一次的舞蹈都很风骚啊，都很气人。这摆明了就是欺负我们中国的重磅级拳坛啊，人少，但是我们有一说一啊，的确是不多。没办法，这是身形上的一个种族问题了。我们中国选手一般来讲呢，在这个轻量级别和小级别比较厉害。这边张万里拿到了反身压制对方的一个好机会，连续的顶膝，不过效果不太明显啊，因为对方肚子太肥了啊，顶上去也没什么感觉。哎呦，什么情况啊？这一下这怎么瞬间就倒了呢？我们看这个黑熊精，难道说他要这个打回原形吗？四脚着地，小心点儿啊！下一秒可能他浑身的就长出毛了。好，我们看一下，哦呦，这一下应该是好，换个角度再看一遍。哇，这一下看着都疼啊！没有想到张万里还是一个反恐专家啊！刚刚的话完成了一项很完美的拆弹式。完了，这下真的完了，恐怕以后这个小熊精啊，恐怕是很难再有了。你看他呢，一脸的后悔。他现在是有老婆没孩子啊，看情况将来有孩子是困难了。但是我估计啊，这一下他老婆啊，离这个离婚呢也不远了。毕竟这个交公粮有点困难了。不过这样也好啊，张万里是免费给对方啊做了一个绝育手术。也免除了对方呢一到春天啊就到发情的这个时候啊，也帮他解决了一大难题呀。我们看这个黑熊精呢要执意完成比赛。好，费特，比赛继续。我们来看一看刚做完绝育手术的黑熊精还有没有战斗力了。我们看，哇，比赛结束了，黑熊精打了，现场的美女也懵了，因为这一刻我们期待了太久。完了，这下连站都站不稳了。好，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给力，不仅帮对方做了绝育，还一拳就打碎了对方的下巴。一场比赛帮对方做了2个手术，让我们恭喜张万里，非常的给力。同时，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16岁中国高中生习得邱建良的绝活神龙摆尾，不仅用这一招在泰国踢断了对手的脖颈，还频频爆头，踢得日本选手头晕脑晃，当场重度脑震荡。连外国裁判都表示，这才是邱建良真正的接班人。好，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这个小伙子，如果要是我不说呀，您是不是以为他一个初中生来参加这个运动会来？的确，这个小伙子的外貌和他的长相很容易让人误解，长得很稚嫩啊，因为他年纪16岁。大伙千万不要被他背心上的泰国国旗所误导，他常年在泰国训练啊，这只是他们的团队队服。小伙子在11岁时便在国内的昆仑决打出了名堂，而且在泰国训练的时候啊，大大小小的比赛参加了40多场，目前生涯总战绩52场比赛拿下了48场，并在上一场比赛泰国的伦皮尼拳馆啊，用一招呢邱建良的绝活神龙摆尾踢断了对手的脖颈。因为郝帅的偶像就是邱建良，所以说这个神龙摆尾也是他最拿手的好戏。这边这一看就很老了啊，这一看就是个老帮菜。好，这个老帮菜的话是来自日本的选手啊，他呢32岁。观众朋友们，你说他有多不要脸吧？听说郝帅才16岁，他第一个蹦了出来啊，因为在前不久他遭遇了2连败了，如果再输的话，那可就是3连败了。所以说他认为打郝帅这个16岁的小孩是最稳妥的方式来打破自己的连败。我们看他这个时候还在祈祷呢啊，双手合十。但是你没有实力，再怎么祈祷那都是没用的。你被原子弹炸死的爷爷在上天呢也不会保佑你。好，这边就让我们废话少说，双方的比赛马上开始。大家不要认错啊，黑色短裤是郝帅，而蓝色裤衩日本的鹤大将至。能感觉到一场中日对决，两人的火气很重啊！看来现在我们中国抗日啊，要从娃娃抓起了。郝帅就是那个娃娃。他6岁开始练拳啊，11岁打昆仑决职业赛事，13岁跑到了泰国。
我们看在内围战上，郝帅明显不占优势，想推开，但是日本选手呢非常的鸡贼，哇，这个家伙是死死的搂住了郝帅的脖子。在内围缠斗上，的确是日本选手更占据经验，毕竟他32岁了啊，经验很丰富。郝帅想推开，但对方呢，终于撒手了，打法非常的恶心啊！你看，又来了。他又是搂住了郝帅的脑袋啊，用自己的吸肌。郝帅的这个吸法的确是有待加强啊。好漂亮，这是一个大外翼啊，一个大分摔。因为郝帅最开始呢是练习的散打，包括像这个自由搏击都打过，这种摔法他是比较擅长的。虽说不加分吧，但是很好的挫架对方的锐气。好漂亮，神龙摆尾，我们看有些晕了，连续的补刀。哎呦！但日本选手又来了，又是搂抱，这真是推都推不开呀！好，这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日本选手呢，怪不得他经历了2连败啊！就这种风格，这种单一的打法，他不输啊，就怪了。好，来看一下郝帅的这一神龙摆尾，哇，正中靶心。郝帅啊，的确是够帅啊！这郝帅特意把他的名字是印到了他的这个短裤上。哎呦，是踢到太阳穴了，而且我们也的确看到了邱建良的这个影子。好，这边双方第2回合比赛继续。郝帅打得很硬啊，无论是抗击打能力还是他的这个态度都很硬。而日本选手这一边呢，还是老样子，不是搂脖子就是搂腰啊。毕竟是差了12岁，而且郝帅呢，这个还未成年啊，发育还未完全，在抗衡的时候啊，这个力量是真是有点不如对手。漂亮，中段的啊一个神龙摆尾，踢对方的肚子。哇，这个爆杆拳，哇，看着都疼啊！日本选手这一边又是这一招，其实他也不想这样，他没办法，因为拳腿这一块很明显了，他都拼不过。为了规避风险，这是最保险的一个打法了。当然，看起来也非常的肮脏。哎，我才注意到现场的裁判貌似并不是男裁判啊，这种情况很少见，是一个短发的女裁判。好漂亮，左右开弓，好帅，完全不惧怕和对方拼拳。哎呦，不过这个日本选手你看非常脏。打不过就开搂啊，搂完之后呢，赶紧用自己的身体的重心和体重啊来压倒我们，这是一种呢很常见啊，当然也比较脏的一种方式，在纯粹的拳击擂台也很常见。第2回合最后的10秒钟，
哇，打法真的是很硬啊！哎，日本选手被打懵了啊，这个走错地方了，他应该去右边啊，结果他跑左边去了。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精彩回放，看一下郝帅的拳法。郝帅的拳法呢，这个连贯性是有了，密度也有了，就是这个分量差了一点，密度确实是够多啊。有的时候一连串呢是打出5、6拳啊。好，最后一个回合，比赛继续。待会儿不要认错啊，黑色短裤中国小将郝帅，而蓝色裤衩来自日本的贺志江大。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且看且珍惜吧，因为郝帅呢才16岁啊，未成年，所以说本场比赛在我们国内的话是没有进行转播。哦，劈挂腿，这是散打里的招式。哦，这一下很漂亮啊，不过随着比赛深入，神龙摆尾的话速度有点跟不上了，但是招式角度都没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我真希望邱建良啊把这个郝帅收入门下。这位天才少年，我相信经过名师指点之后啊，估计前途不可限量。第3回合最后的1分半时间，我觉得以徐徐打泰拳还真不如打踢拳或者自由搏击，因为郝帅的这个缠斗能力啊，的确是不是那么的理想。他身上的话有很多啊散打的影子，你看这种高角度的侧踹，这个外国人是都不会的，尤其小日本最不会了，因为小日本腿短，这种招式不适合他们，他们比较适合这种顶膝。最后的半分钟，郝帅还在打，火力太猛了。而日本选手，你看，像条赖皮狗一样，又搂住了我们。这种选手可不可以开除他呀？打法实在是太脏了。最后10秒钟。日本选手坚持不住了，最后的时刻还在搂抱。哎呦，最后1秒，这个超近距离的神龙摆尾。好，比赛结束了，相信比分上没有什么悬念。那么恭喜郝帅拿下了这个日本选手，才16岁就养成了这个抗日的好习惯啊！我期待他将来有更多的比赛，有更多的抗日比赛。老年痴呆回旋踢，踢完俩人都懵逼，力道刚刚好，懵逼不伤脑。这个一脸自信的男人，这是格斗界最嚣张的狂人——毒液迈克尔佩奇。论嚣张程度，他说自己是第2，绝对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第1。每次看他的比赛，都能把人气得牙根直痒痒。虽然说他很嚣张，但同时他也很有实力。诡异的出招和妖娆的舞姿，让人既看不惯，却又防不住。而且他的比赛向来都是一击必杀，从来不补拳。对手不是被他飞膝撞碎头骨，就是被他高扫踢断鼻梁。今天就为您带来迈克尔佩奇的3场经典之战，尤其是最后一场比赛，全世界的格斗迷看完之后啊，都会异口同声的说出解气2字。第一场比赛发生在2012年，由毒液迈克尔佩奇对战迪什曼。此时的迈克尔佩奇刚步入职业拳坛，还并没有多少人认识他。不过此时他的风格和特点已经逐步成型，也正是因为这一场比赛，让他一战成名。好，这边双方第1回合比赛开始。迪什曼很明显，他是一个以摔跤见长的选手。从比赛开始那个下潜抱摔就能看得出来啊，他很想去打地面。
来了，观众朋友们，看风骚的舞姿。我们看完全不做防守，而且他呢，哎呦，这个招式非常的诡异啊，不好猜。因为假动作和铺垫动作太多了，你不知道他是在跳舞还是准备要出手了。漂亮，你看这胳膊太长了，像两个大风车啊，像两条鞭子一样。这完全是把对方呢玩弄于股掌之中。其实迈克尔佩奇是完全有能力啊，可以在现在就终止比赛。不过他此时此刻是在表演。360度空中回旋踢，力道刚刚好，懵逼不伤脑，自信站在原地。你看，面对摄像头，他相当自信，甚至不需要看对方一眼就知道啊，比赛已经结束了。说实话，这种自信的话，没点实力还真不行啊。如果说上一场比赛是迈克尔佩奇的揭幕战、成名战，你看到了他的风骚，而这场比赛你将会见证到他的实力，因为这场比赛迈克尔佩奇作为挑战者向冠军金腰带发起了冲击。这边双方比赛正式开始，想必不用多说啊，反正最风骚的那一个就是佩奇，两人都是黑人啊。注意看，穿着黑色短裤的是佩奇，而穿着红色短裤的便是这个级别的冠军乔治。虽然说是冠军挑战赛啊，但是佩奇呢依旧是继续着自己风骚的风格。Needs to just control some of that range. But we didn't really touch on it in the first round, but Jackson George showing a hell of a chin as well. Took some really big shots there, straight rights. I think it's just a matter of who connects correctly first. Oh, that just missed. George looking for those shots when they get in tight. 看情况，两个人都是站立系的选手啊，近身缠抱的时候呢，都没有想要进入到地面的意思。这边乔治都已经是蹦起来打了，但就是打不着啊。没办法，在实力上的话，我不做评价。目前在这个身体硬件上来说呢，迈克尔佩奇领先对方太多了。尤其是他的两条胳膊，我甚至感觉啊，比两条腿还要长啊！又来了，空中360度，空中回旋踢。Oh, there's a big shot. What is keeping Jefferson George? 如果仔细观察，佩奇非常喜欢推人啊，打完之后呢，没有机会了，就把对方给推开，这是一个小细节。好，手臂大风车，但很可惜啊，打空了。佩奇最擅长的便是出其不意，在你放松警惕的时候，在他跳舞的时候啊，这个没错，骤然暴起，乔治倒了。而且迈克尔佩在一旁，你看干什么？你看他在干什么？第一时间找到摄像头啊，先跟这个摄像师啊交流一下，给我拍的帅一点。好，这场比赛迈克尔佩奇也是顺利的拿下了冠军，成为了这个赛事的金腰带拥有者。然而在2019年，有着14战全胜、11场终结的迈克尔佩奇，终于碰到了真正的狠人，来自巴西的道格拉斯。也是这一战，道格拉斯狠狠地将迈克尔佩奇钉在了耻辱柱上。好，我们注意看这边双方比赛已经开始，红方选手是道格拉斯，而蓝方选手迈克尔佩奇。好，没有任何疑问啊，迈克尔佩奇又是继续了自己以往嚣张啊且大胆的作战风格。他的这种风格结合了空手道、跆拳道以及我们中国武术啊，刘家拳法。你没听错啊，他练习过我们中国武术，还拜了一个师傅。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搜索一下啊。好，踹膝盖啊，这都是比较狠毒的招式。可以说，无论迈克尔佩奇打任何人，他的身体优势永远都是最强的。你看胯下运球啊，哈哈。不过道格拉斯一看就是个狠人，面对对方的这种挑衅呢，他不为所动。而且道格拉斯呢本身呢是偏传统派啊，双手拿的报价很高，不过眼神在恶狠狠地盯着佩奇。当年在拳坛有另外一个道格拉斯，一炮成名，击败了麦克泰森。今天又来了一个道格拉斯。
Lima looking to collect the data before collecting that elbow. The takedown is secured by Douglas Lima here in round 1. That right there, that was Venom Page feeding Douglas Lima exactly what he needs. He closed the distance. 我们注意看，来到地面战之后呢，佩奇的眼神呢明显慌了。他很擅长打站立，不过来到地面之后呢，在道格拉斯的面前，他就像个小孩啊，犯错的小孩。See if the referee's going to stand them up. Although we are now in the final 10 seconds, the clock, of course, should not matter. But it appears that Lima's going to ride out this round in the close guard of Michael Venom Page. Round 2 is straight ahead. 好，这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但是观众朋友们不要着急，因为好戏马上开始。哎，第二回合了，南方佩奇，哎呦，这是个反向的神龙摆尾，大开大合的招式啊！又是突射冷箭，道格拉斯明显是有一点点晕了，佩奇仿佛也嗅到了这一点，刚刚的飞膝没有中。Page needs to take advantage right now. Douglas he's not quite at 100%. 哦，踢倒了，上勾拳补上，再补2拳，迈克尔佩奇倒了。我们看道格拉斯获胜之后的话是面无表情，不愧是巴西第一狠人，哇，完全没有表情，并没有说因为收拾了迈克尔佩奇之后呢感到开心呢，仿佛这一切他都认为是应该的，这是最恐怖的，冷静的可怕，像一个杀手。现场所有的观众无一不振臂高呼，都在庆祝这一刻。